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一集呢，是我想录超级久的。就我想要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 My Dream Bag List 的八个 list， 就是等于是8个 item 就对了。那等一下我就会从第8个一直往到第1个介绍。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去往下看吧。第8个呢是 Chanel 他们家的 Vintage 的漆皮包，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会叫漆皮包，对不对？其实我跟大家 share 了这么多的影片啊，从来在我的包包里面都没有漆皮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早期其实曾经买过漆皮的包包，但漆皮的包包本身呢真的是超级的不容易保养。漆皮呢基本上呢它是属于一个不能太热，因为太热的话它其实非常的容易脱胶或粘胶。那虽然说漆皮在你正常使用情境下，基本上它是防水，而且它不太容易就是褪色或染到颜色，但是一旦它开始褪色跟染色，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完全不可以修复的状况。那也因为漆皮非常难保养，所以我的包包的 collection 里面呢，我曾经有过漆皮包，我最后都卖掉了。但是Vintage Chanel 里面真的有超级好看的漆皮包包，介绍一个非常知名的系列，就是他们家的挡脸包。挡脸包啊，基本上它是，我觉得应该蛮多有关注老乡的人应该都看过这只包。这只包就出过圆形跟爱心形状。那它出现的时间呢，基本上是1991年到1995年的时期，当时就是算是当时的一个限定款就对了。我觉得也算是卡拉菲尔它非常知名，而且我觉得到现在还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系列。这只爱心包呢，其实我记得在几年前吧，就是大概当时所有知名的女明星啦或 KOL 都大概背过这只包，那也让这只包呢就是水涨船高。我记得3、4年前我去日本看这只包的时候，单价如果好的 condition 呢，大概就是30来万的台币。我今年呢再去看，我发现很夸张有很多现在大概都已经是300万到400万的日币之间，大概涨了3倍不止吧。然后其实也因为这只包太红了，所以其实这几年Chanel 开始复刻自己家以前很红的包款嘛，所以最近大家非常追捧的爱心包，其实我觉得它的 inspiration 应该就来自这只包。但是其实我自己的 Top A 的包包呢，并不是这只包，而是另外一只小的化妆包。噔噔，有没有很可爱？它出了超多漂亮的颜色。这只包呢，它也是漆皮的，然后它是他们这种小的 Melody Case。最可爱的是它的颜色的选择上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底部呢是有一个他们家的一个大的 logo， 打开里面呢，它有一个小小的爱心的就是等于是一个镜子在附在里面。我个人觉得爱心包啊，是属于我比较不会想要去买的包包，原因是因为爱心包非常的难装，但是它把这种小小的爱心的logo 啊做在这种镜子的部分，我就觉得非常可以。那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的桃红色，还有它的黑色。对，如果大家对漆皮包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买白色，原因是因为漆皮的白色包包非常难保养，久了之后它其实非常容易泛黄，而且它是没有办法改良的。有观看我的影片的小伙伴大概知道，我非常喜欢Chanel他们家的腰包。那在我的梦幻 list 里面呢，其实也是一款 vintage 的腰包。这款腰包呢，基本上是在1990年代出现的。超级的可爱，而且我其实觉得当年的巧思啊，比现在的更厉害。当时的这个腰包是可以跟它的腰链整个拆开的，那腰链是金属，而且带有他们家的小小的 logo， 我觉得直接系腰链也是挺好看的。然后这个腰包的大小呢，其实也非常小，大概就是一个卡包。重点是它出了非常多的颜色，我自己特别的偏好它的红色跟宝蓝色，我觉得挺好看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买一个就是老包或 vintage 包可能比较便宜嘛，但是其实这款完全不是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在去年，应该说这2年吧，其实他们在陆陆续续出了很多新的小腰包，包含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那个金球的小腰包嘛。那2021年呢，其实它出了一个更好看的小腰包，其实是双金球的这一款。大家可以比对一下老款跟新款，其实长得非常的雷同，他们都用了大量的金灿灿的元素在上面，而且大小
看起来都差不多。那比较大的差异呢是，新款的这个腰包跟腰链是不可以拆卸的，所以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分开使用的。不过其实在价钱上面呢，新款是比老款还要便宜的。我记得这只新款包包出来的时候，大概是接近6万块的台币。但如果大家喜欢的是这个老款的这款腰包的话呢，基本上我大概最近看了一下，因为最近其实Vintage 市场的价钱也涨得蛮厉害的，大概现在的价钱约莫都是在可能8万到12万之间的一个价钱。不过啊，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有机会碰到比较好的价格又好的成色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拿旧款的。原因是因为它等于是2个 piece 可以拆开来用，你可以把这个腰包呢拆下来系在你的腰上面，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单纯的使用这个腰链，我个人觉得还不错。OK， 终于到了我的爱牌，就是爱马仕。爱马仕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最近现在在追都是它的新款，其实它也曾经出现蛮厉害的旧款，然后也在被拿出来就是重新的复刻。那这款我 Top 6的包包呢，其实就是 Kelly Ado。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机会呢，不管拿到新旧款呢，我都会非常的高兴。其实这款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是在1996年就出来了。当时的包包呢出了2个 size， 一个是比较小的 size， 小的 size 呢是 PN size， 只有20公分，而且它跟现在的新款呢非常的相似。但除了这一款之外呢，它当时还出了一个28公分的，就是GM 的 size， 这个 size 其实在二手市场比较常见，然后它是一个有提把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就是把它当双肩背、单肩背，你也可以手提在手上，跟现在的新款呢其实有点不同。那当然新款因为就是孙艺珍在《爱的迫降》背过之后呢，新款其实也是属于一包难求的状况。那它这个包包呢就在我的 Top 6。Wish list 里面当然一定要有的就是 Chanel 他们家的牛仔包。我必须要说啊，其实牛仔包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热爱使用的元素。那他们家的牛仔包呢，大概就是3个颜色为主。最受欢迎的呢，其实就是最标准的深蓝色，那也是在二手市场其实价格最高的一个颜色。那第2个呢，就是他们也有出过浅蓝色的，还有黑色的。他们出过的牛仔包真的超级的多，大家看一下，我随便就是整理了一下，其实这大概就我随便抓几个我比较喜欢的图，就已经就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款式，就一大堆嘛。那在这些牛仔包里面呢，我个人特别喜欢3款包包。第一款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多数人都没看过这款包。这款包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很容易知道的就是方胖子，但是大家没有看过牛仔的方胖子加玳瑁的肩带吧？讲一下玳瑁，也有些人会念玳瑁，它基本上是一种保育类的海龟。那在早期呢，俗称所谓的海鲸。那因为它的数量后来就越来越少嘛，就变保育类了。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精品现在都不能再使用这样的材质放在它的包包身上了。那以 Chanel 来说呢，它曾经在90年代呢，有一段时间曾经使用过这个材质。那他们把这个材质运用在它的包包的这个双 C logo 上面，以及它的肩带。那后来因为它不能再用了嘛，所以其实后来有很多他们就会有一些替代的材质，像是亚克力。但如果你在Vintage 市场掏到真正的玳瑁的材质，基本上是非常少见的。我个人觉得方胖配这个真的超级好看。不过这个包呢，我从来没看过他本人，我也是在偶然之间看到别人 share 的。但我自己觉得这大概是我觉得牛仔包里面的梦幻极致款。第2款呢是应该大家如果去一些比较厉害的Vintage 店会看到的这只包，就是我们都会称它为小熊维尼包。它基本上是一个牛仔竹篮包，但我们觉得它很像小熊维尼的这个罐子，还蛮可爱，很像那个蜂蜜罐吧。那这只包呢，基本上大家如果去一些比较厉害的二手店，像是日本的 Amo， 你就会看到这只包。这大概也是属于他们家里面的怎么必备款就对了。但这只包这几年其实也是长得挺厉害的。第3只包呢，算是比较近代款，它不是所谓的 Vintage 款。我们一般讲 Vintage 款呢，大概都是2000年之前的款式，会称之为 Vintage。那如果你买的是，比方说2010几年出的，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近代款。那近代款的里面呢，我自己也有一只包我挺喜欢的，是2016年的这只双肩包。这只双肩包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第一个它出了非常多的材质。大家在这个包包里面呢，可以找到就是包含牛仔的材质，也可以找到羊皮的材质。
然后各式各样的颜色，绿色啦、红色啦、黑色啦，然后还有就是2个不同的牛仔的蓝色，浅色的跟深色它都有出。当时这只包呢也是受到非常多的明星的喜爱，我记得杨丞琳也有一只牛仔包挺好看的。那这只包呢也算是我自己的 wish list， 我曾经买过它的羊皮的绿色包包，但是因为对我来说，我都买的那个尺寸对我太大了，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卖掉了。但如果可以呢，我希望我就是可以再找到这只牛仔的包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介绍牛仔系列里面应该最容易找到的一只包。Top 4我要介绍就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的一个品牌，就是 LV。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是要介绍 LV 的新包款吗？不是，其实，在我的 wish list 里面啊，一直以来就是我个人觉得最喜欢 LV 曾经出过的系列呢，其实是 LV 跟村上隆的合作。其实他们的合作时间还蛮久的，大概是2003年到2015年，长达12年的合作期间。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他也发表了非常多，我觉得算是跟过去 LV 不太一样的一些设计，像是非常知名的就是所谓的黑白三彩，也就是俗称的33彩的系列，大概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系列。那还有像是比较知名的像樱花包啦、樱桃包啦，其实也都是这个时期的系列。那在他们的这些 collection 里面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梦幻逸品呢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黑白三彩的这个 Mini Speedy。那这只包呢，其实在二手市场里面，我觉得量还算蛮大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的确是可以去掏一只成色比较好的。那这只包呢，其实我也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就去掏这只包？我大概几年前去日本的时候，曾经就是想要买这只包。那当时呢，我个人比较偏好白三彩，但是我后来发现白三彩有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白三彩的皮革呢是非常容易泛黄的，所以它的边边角角的状态都不太好。后来呢，我就转向想要买黑三彩。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包那么小，这样卖也太贵了吧，我就没有入手。就我最近呢，在看一些日本的二手网站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这2年涨得好厉害啊！所以我后来觉得在一些 vintage 的包款里面，如果你真的碰到你喜欢的成色也好，然后价格你也接受，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就被贵到。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有碰到喜欢的，就是早一点入手。所以我个人就是非常的喜欢这支黑三彩的 Mini Speedy。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村上隆系列里面，我心目中另外一个超级梦幻逸品呢是行李箱。它当年呢其实也帮LV 出了就是一个系列的行李箱，总共有3个图案。那这个图案呢，其实我几年前也是在 MO 的店里面，就是有看到一整组，应该也算是他们的店的镇店之宝之一吧。这个系列现在目前也都是属于拍卖会等级的，所以一般人我觉得也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就是熊猫行李箱喽。终于进到 Top 3了，好吧 ，Top 3其实是我个人少数真的有去入手的梦幻包。我的梦幻包呢 ，Top 3呢，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就是 Kelly 包包。而且我这个 Kelly 包包呢，我希望是 Vintage Box 的这个系列。那 Kelly 这个包包，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吧？我觉得爱马仕的老粉、狂粉，或者是吃路过的人，应该可能都认识这只包包。这只包包呢，基本上1955年的时候吧，我记得是 Grace Kelly， 她就是拿来遮她的孕肚，然后从此这个包包就是一战成名，大家都认识了这个包包。那我自己特别偏好的呢是老款的 Vintage 包包。早期的爱马仕他们家的 Kelly 包包基本上都是以 box 皮为主的。那 box 皮最大的特色就是光泽度极好。那我当年是为什么决定要去入手这支 Vintage 包包呢？其实跟我的那个 fashion icon 有关系。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是一个俄罗斯的 KOL 叫做 Duma， 她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女孩，但我觉得她极度的会穿搭，然后品味非常的好。然后我当时就是看了她，就是在各个就是不管是 fashion show 也好啦，或者是一些时尚场合，她其实都提了这支包包。其实它有非常多 Kelly 包，那它最常用的就是这支 Kelly 28黑色的，而且它基本上都不是肩背的，它都是手提。那我一直很担心这支包包呢，娇小的妹子背起来会太压身材，但因为 Duma 身材也非常娇小嘛，她背起来就是超有型、超好看，
而且我觉得就是莫名的有气质。那其实它除了这一支就是黑的包包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支就是这种勃艮第酒红色的，我觉得也超好看。我觉得这支包呢，大家如果有碰到呢，真的一定要入一支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几年前也是就是很下心入手的，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热爱这支包包。那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Kelly 包包28公分太大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曾经出过一个Kelly 包包呢，叫大耳朵。大耳朵呢，跟现在 Kelly 包包最大的差异是，第一个 size 比较小，它只有20公分；第二个是它的这个提环的位置呢，特别的大。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觉得怕穿大衣呢，手不容易穿过那个手把，那其实如果有机会你买到大耳朵，大耳朵没有这个困扰，因为它那个提把真的很大，而且重点是我看过的大耳朵的颜色都非常好看，黑色啦、红色啦、宝蓝色都超好看。大概是我今年最想入手的一支包包。我个人觉得这支包包就是精品界的后背包王者。这话讲得很张狂，对不对？因为我刚刚有介绍过 Kelly Ado， 但我并没有这样说 Kelly Ado， 原因是因为我今天要介绍这支包呢，我觉得只要在精品界呢，就是包包玩得够久的人都会认识的一支包包，就是 Chanel 他们家的 Vintage Mini Duma， 又是同一个人背红的。其实这支包在早期呢，它并没有什么知名度，而且其实大部分Chanel 他们家的 Vintage 款式的包包啊，其实都没有特殊的名字，大家就会发现说很多好像都是用女明星命名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谁背红它，这个包包的名字就会变成它的名字。那这支包呢，一样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我的 fashion icon，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知名的 KOL Duma 他背红的。他在2012年的一个时装周的时候就背了这支包，而且我觉得他当时穿的超好看的，就是全身上下满满的就是 vintage 的一些，不管是别针啦、外套啊，整个搭起来就超好看的。当时我就被他这张照片就是觉得哇，就射到，我觉得哇也太好看了吧！而且我必须要说，这支包包还蛮特别的是，很多人都会。看过这支包包，但很少人会碰到 mini 款式。原因是因为这支包包呢，其实它是有2个款式，它有 regular 的 size， 也有 mini size。那我们一般在二手店看到，其实都是 regular 的 size。regular size 大概有23、24公分左右，那 mini size 真的超级可爱的，它大概只有17公分。为什么我要先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呢？原因是因为在 vintage 的市场里面呢，包包是越小越贵。其实一般来说，大家看到这个regular size 呢，以目前的现在的行情呢，大概可能会大概在15万上下，大家会找到这支包包。如果它的状况好的话，但是一旦你要看的是 mini size 的，基本上它的价格呢，大概就要在往上翻。可能10万以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 condition 很好，就是你有很完整的配件，它甚至可能翻到2倍。那在这支包里面，因为它出过非常多的材质跟非常多的颜色，那基本上呢，材质越特殊，然后或者是颜色越特殊的呢，越难找的呢，就会价格就会一翻再翻。那这支包它出过什么样的材质呢？其实大家会看到大概就是2个材质为主，第一个是这种粗花呢的材质，这种材质基本上是比较少见的。那它这个粗花呢的材质呢，其实有出过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格纹系列的，然后有他们家非常知名的这种粗花呢，绿色粗花呢啦、粉色粗花呢，它都有出过。那大家在市面上比较常见、比较常看到，其实是他们家的羊皮哦。这款包包是只有羊皮，它没有出过牛皮的，所以如果你碰到牛皮的，一定就是假货。所以还有羊皮。那羊皮里面，我们最常看到就是黑色，然后跟就是 brown， 就是那个棕色。然后白色这3个颜色比较常看到，那比较少见呢，也比较特殊的颜色呢，都是所谓的金属色系或珠光色系。我自己的梦幻的颜色啊，其实是金银色系，我自己还蛮想要买一支mini Duma 的金色系或银色系的包包，但这几年它的价格真的是涨得太厉害了，而且其实老实说，这支包也是属于就是。就算你有钱，你也不一定找得到好的成色好的一支包，因为 mini size 真的太少了，珠光系列又更少。然后其实在，市场上呢也有蛮多大佬们，我真是跪拜了，就是收了好多支。我现在目前就是看过收过这支包最多的人呢，大概就是大陆的非常知名的带货女星杨幂，我觉得她大概是。Chanel 骨灰级的收藏家吧，光这支包我就看过它有4个颜色，而且其中3个都是属于非常难找的颜色，包含了珠光色系的绿色、蓝色，还有就是桃红色。
它其实还有一只黑色的，好像是 regular size 吧。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只包，所以他收了超级多的颜色。然后这只包呢，因为它真的太红了，所以其实Chanel终于复刻它了。其实我觉得这两三年吧，他们大概把所有可以复刻的包款都复刻了。早期非常知名的带肥包，其实在前2年复刻了嘛。不过老实说，我觉得新款的这款复刻的还蛮好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1-2年火到爆炸被复刻，其实就是这只Duma 包。但我让大家比较一下新旧款的一个差异。大家有看到吗？旧款基本上出了2个尺寸，那新款其实就是以1个尺寸为主。那新款其实出了2种皮料，在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出的呢是这种所谓的油蜡的牛皮。我个人觉得油蜡牛皮这个皮料看起来还蛮好看的，然后主要是以黑色为主，好像还有出红色吧。不过我看市场上大家在分享的好像都是黑色居多。那今年呢，它又改良了，它出了羊皮的，然后有出了非常多的颜色啦，灰色啦、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还算蛮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我看完新款包包之后，我最近呢就决定我想要回去掏旧款。我先讲原因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新款包包也蛮好看的，而且其实新款的 size 跟旧款的 mini size 其实是比较雷同的，然后甚至它可能比旧款 mini size 再大一点点。但我最近决定要回去掏旧款包包几个原因啦。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早期的Chanel， 特别是在2008年之前啊，他们的一些金属其实是会放入18K 金甚至24K 金的。但因为环保法规啊，还有成本的关系，其实08年之后呢，他们的金属件就再也不会放入像这种18K 金或者24K 金的。所以大家也会发现说，早期你去买他们的 vintage 包包，它的链带都很重，其实是有一点原因的。我个人觉得就是质量相对来说就是非常的好，然后也非常的耐用。那这是第一个原因，我真的特别喜欢这种金灿灿的元素在包包里面。但是其实我觉得新款现在比较难呈现这样子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包包的形状，其实我觉得新款包包的形状也算是好看，但我个人更偏好旧款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旧款它的样子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样子，那新款它的下半部啊会看起来比较松软一点，大家注意看它细节哪里不一样。旧款包包呢，整个包包基本上都是菱格纹在呈现，可是新款包包只有前面的包身是，可是旁边的包身它基本上就是没有缝线的，所以它就会比较软趴一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旧款包包更就是打中我的心。那当然了，我觉得现在要去追金属色或珠光色真的太不切实际了，因为那个价格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今年的目标呢，就是想办法在信任的这种日本二手店呢掏到一只黑色的 mini size 的。哦，对了，如果大家在掏二手包包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是，vintage 包包在1986年之后啊，基本上都是有雷标跟保卡的。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找相对配件比较完整的，至少就是可以有雷标或保卡。那当然要有保卡的，有时候可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最少要有完整的雷标。如果今天你的雷标是有受损过后的，我就不太建议大家买，原因是因为它比较难辨别它的真假。话说，如果大家对真假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我顺便就可以考虑做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在看这些vintage 的二手包包。我觉得我的 Top One 应该是很多人的 Top One， 就是珍稀款的 Birkin。那因为我个人非常娇小嘛，所以我瞄准的都是这种小 size 的25。那在我的 Top One 的这些珍稀款的包包里面呢，在我心目中到底有哪些梦幻 list 呢？我的第一名其实是2010年就出来的 So Black。我真的超级喜欢这只包，这只包非常特别，它全部都是黑色的，包含盒子、袋子，然后还有它的锁头啦、金属，通通都是黑色的。我觉得这个超酷的。那其实除了 So Black 之外呢，另外一只我也觉得很棒的包包就是 Shadow。Shadow 后来其实也出了25公分的 size。那我自己最偏好的就是我的本命色绿色，然后当然还有黑色咯。这两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两个颜色。那另外还有2款呢，我个人都觉得我是觉得我是不太可能入手啦，因为那都属于真正的拍卖会等级的。但我觉得看一看也是觉得蛮开心的。一个呢就是以法国福宝总店做 inspiration 的，就是白天黑夜的小房子。那当然这个系列的包包呢，都已经上了就是世界知名的拍卖会，每年都拍出非常惊人的价钱。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一支也上了拍卖会，就是他们家的Picnic 系列，包含了 Birkin 跟 Mini Kelly， 我觉得这2支应该也是超多人的梦幻款。今天呢，我所有的 Dream List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我不知道我分享的 list 里面有没有大家很喜欢的，或者它刚好也是你的 list， 又或者说呢，其实我介绍的都不是你的 list， 那也欢迎你们跟我分享，到底你的 Dream Bag 是什么呢？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也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哦。